早上7点半，你挤在地铁里，耳机里就放着30岁前财富自由的3个秘诀。站台大屏幕上，一个基金经理笑容灿烂，广告词写着连续5年跑赢市场，跟着大神买准没错。你摸了摸刚到手的工资，心里盘算着打开了基金。上个月，你跟风买的新能源基金涨了 20%， 忍不住想，果然我还是有点投资天赋的。午饭时，同事们围着新来的实习生小王夸个不停。小王才入职3周，就谈成了一个大客户，老板在会上直夸他有商业嗅觉。小王分享经验说，自己每天加班研究客户资料，周末都在跑市场，一边暗下决心，下周开始我也要每天多加2小时班。晚上刷短视频，刷到一个95后创业导师，晒着别墅豪车，配文写着从负债10万到年入100万。我的秘诀是评论区里上千人追问怎么加入他的团队，你再也忍不住留言了。谁不想成为这种靠努力逆袭的人生赢家呢？你买的新能源基金上涨，可能只是因为行业政策突然利好，跟你的投资篇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小王谈成的客户其实是对方公司刚好急需合作，换谁去谈都能成。那位创业导师的财富或许来自一次偶然的拆迁补偿。所谓的创业秘诀不过是事后编出来的故事，你会相信吗？大概率不会。我们人类天生就擅长给结果找原因，就像原始人看到闪电后下雨，会间隙闪电是雨神的信号。今天的我们看到别人成功，也会本能地总结出努力、眼光、能力等原因，却对藏在背后的随机性视而不见。这正是纳西姆·塔勒布在《随机漫步的傻瓜》这本书里狠狠撕开的真相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很多成功不过是随机概率的产物，很多失败也未必是能力不足。但我们总爱用因果论包装运气，用规律掩盖偶然，最终就成了被随机性玩弄的傻瓜。这本书自2001年出版以来，刻像一颗投向我们认知世界的炸弹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·希勒说，他妙趣横生，揭露了人类对随机现象的低估。这本书的价值，它会让你重新审视身边的一切。为什么学霸同桌突然考上清北？可能只是高考那篇，它刚好压中我所有薄弱知识点。为什么邻居家的小店突然火了？或许只是因为某个网红偶然路过拍了条视频。为什么你坚持了多年的习惯没效果，而别人随便试试就成功了？答案可能很扎心。很多时候不是你不够好，也不是别人多优秀，只是他们刚好被随机性选中了。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塔勒布的脚步，一点点拆掉这些认知陷阱。毕竟看清随机性的真相，不是为了躺平认命，而是为了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活得更清醒、更从容。真正的智慧往往始于承认自己的无知。当我们聊起成功，总习惯用努力、眼光、能力来解释。当我们分析失败，也常归因于懒惰、失误、判断错。但塔勒布在随机漫步的傻瓜中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，随机性的影响力远超我们想象。被先代奉为大神的榜样，可能只是随机概率的偶然结果。而真正颠覆一切的黑天鹅事件，那些极其罕见、影响巨大、事前无法预测的极端事件，恰恰是随机性最凶猛的獠牙。塔勒布在书中虚构了2个典型的交易员形象，他们的故事几乎是金融市场的缩影。塔利波是个多疑的保守派，他有剑桥大学的数学和哲学学位，却放弃了学术界的沉闷，一口扎进了金融交易场。他的操作风格近乎胆小，从不碰高风险的未抵押期权，每次交易前都设定严格的止损点，绝不让单次损失超过本金的 5%。 他的收益不算惊人，每年稳定在30万到250万美元之间。
但几乎从未经历过毁灭性亏损。下班后他会泡在图书馆读补剂，在健身房锻炼，对华尔街的浮华嗤之以鼻。约翰则是个幸运的激进派，他没什么学历，却靠着高杠杆操作高收益债券迅速暴富。他的豪宅比塔利波的房子大3倍，车库里停着法拉利和典藏版跑车，妻子每天炫耀着新入手的钻石，可涉及90年代的牛市里。约翰的收益是塔利波的10倍，成了同事眼中的鱼内高手。他常常嘲笑塔利波太保守，认为真正的交易员就该敢冒险。然而1998年的夏天改变了一切，俄罗斯国债违约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崩盘，这只没人料到的黑天鹅突然降临。约翰重仓了高收益债券一眼，他家的杠杆像放大镜一样放大了损失，不仅赔光所有利润，还欠下巨额债务，最终被公司扫地出门。把塔利波因为早就避开了这类高风险资产，反而靠提前买入的恐慌对冲工具赚了一笔。约翰的陨落不是个例，金融市场上类似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。有人靠押注某只股票短期内翻倍，成了民间股神；有人靠下杠杆炒期货，一年赚够别人10年的钱，但这些高手往往活不过下一次市场波动。塔勒布指出，短期收益中，随机性的权重远大于能力。连续掷出5次6点可能只是运气，但掷投资的人会误以为自己掌握了掷投资秘诀。市场也是如此，当整体处于上涨周期，比如2005至2007年的中国股市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赚钱，这时赚钱可能与能力无关，只是因为你刚好站在了随机的上升通道里。人类天生喜欢为随机结果找合理原因。约翰赚钱时，仿佛他对市场趋势有精准判断。他的粉丝会总结出3大投资心法，5个买入信号。但这些经验就像掷投资前吹口气能赢的迷信，下次掷出1点时，没人会记得吹口气的仪式，只会怪自己力度没掌握好。塔勒布的生存逻辑恰恰相反，他不追求赚最多，而追求活最久。他常说，他知道短期的高收益可能是随机性的馈赠，但长期的存活，就像老猎人不会为了追逐一只兔子而闯入未知的密林，他清楚密林里可能藏着狼虎。塔勒布用一个极端的比喻揭露了随机性的残酷。俄罗斯转盘，假设有一把左轮手枪，弹夹里只有1颗子弹，你对着自己的头扣动扳机，每次扣动的概率都是1/6。如果活下来时，从数学期望来看，这个游戏的收益是正的，但没人会真的去玩，因为死亡的代价是无穷大。金融市场上的很多交易，本质上就是俄罗斯转盘的变种。约翰买的高收益债券，散户加杠杆追的妖股，甚至企业把全部资金压注在一个项目上，都是在扣动扳机。前几次可能赚得盆满钵满，但只要1次子弹上膛。塔勒布在华尔街见过太多俄罗斯转盘玩家。20世纪90年代，有个交易员靠卖价外期权一种收益有限、风险无限的衍生品，买了游艇和豪宅。他常说，这种期权违约的概率只有1%，怕什么？1998年，当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引发连锁反应时，这1%的概率成了现实。他一夜之间从百万富翁变成负债千万的穷光蛋，最后只能去开出租车。我们常犯的错误是用是否赚钱来判断决策是否正确，就像看到有人玩俄罗斯转盘赢了钱，就认定这是个好游戏，看到有人靠激进投资暴富就复制他的策略。达勒布举了个例子，医生别用传统疗法，患者5年存活率为 50%。 医生必用激进疗法，患者5年存活率也是 50%， 但区别在于医生 B 的患者要么平稳去世，医生 B 的患者有 10% 的概率完全治愈。
从结果平均值看，两者一样，B 人会愿意让医生 B 治疗，因为当场死亡的代价无法承受。约翰的激进策略和塔利波的保守策略可能在某段时间内收益相同，但约翰的策略隐藏着彻底破产的风险，真正的风险不在收益多少，而在是否可能致命。正当约翰赚钱就觉得他的策略更优，看到有人中彩票就觉得买彩票是杂家捷径。这种结果论的陷阱本质是幸存者偏差，我们只看到了活着的赢家，却忽略了死去的输家。在股市里，1000个用激进策略的人，可能有999个破产，但我们只会记住那个运气好存活下来的人，并把他捧为股神。塔勒布是个蒙特卡洛模拟的狂热爱好者，这种数学工具能通过计算机生成数百万种虚拟历史，但我们看到除了已经发生的事实，还有多少种可能的未来。比如你翻开股票走势图，看到某只股票在10年内从10元涨到100元，可能会总结出长期持有必赚的规律。但蒙特卡洛模拟会告诉你，在100万种虚拟历史中，这只股票可能有99是中途暴跌至退市，只有1万种是上涨10倍。我们看到的成功案例可能只是随机性筛选后的幸存者，这就是历史的欺骗性。我们只能看到已经发生了无数可能，就像你掷硬币连续得到10次正面，会误以为硬币有问题，却忘了连续10次正面在概率上是可能发生的。当我们回顾二战911事件、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总觉得早该预料到，但在事件发生前，这些黑天鹅都被视为不可能。塔勒布的牙医朋友有个习惯，每天收盘后都要盯着股票账户看3次，涨了就兴高采烈，跌了就失眠。塔勒布劝他，你这不是在投资，是在给自己找罪受。他用数学计算证明，如果一只股票的长期年化收益率是 15%， 波动性风险是 10%， 那么每天赚钱的概率其实只有 50.02%， 几乎和掷硬币没区别。如果投资者每天看账户，一年会有125天不开心，127天开心，情绪被叫声牵着走。如果每月看一次，一年只会有4次不开心，8次开心。如果每年看一次，20年里只会有1次不开心。越频繁地观察随机事件，我们越容易把噪声当成信号。就像你盯着心电图仪器时，会觉得每一次波动都有意义。站对医生来说，真正重要的是长期趋势，而非瞬间跳动。股市里的日间波动、新闻影响、政策解读、企业的盈利本质、行业的发展规律才是长期信号。但多数人宁愿相信小道消息，也不愿耐心等待信号浮现，因为噪声总是更刺眼。塔勒布在华尔街遇到过很多科学家型交易员，他们拿着物理学、数学博士学位，用复杂的模型预测市场，公式里布满了希腊字母，电脑屏幕上全是波动率曲面、谐振关系。但这些聪明人的业绩往往不如一个凭直觉操作的老交易员。问题出在思维模式。科学的本质是充满随机。物理学家可以用公式预测行星轨道，并为天体运动遵循确定的规律，但经济学家无法用模型预测股市，因为市场里的人会根据预测改变行为。比如，大家都相信股价会涨。20世纪90年代，美联储官员格林斯潘每次讲话都会被市场解读为加息或降息信号。经济学家们连夜分析他的用词变化，甚至统计通胀一词出现的次数。但塔勒布发现，格林斯潘的讲话内容和市场走势的相关性和随机制投资没区别。所谓解读不过是专家们给自己找的存在感，学术界也常被随机性愚弄。塔勒布批评某些金融学家用计算机筛选有效的交易策略，比如如果周一上涨 2%，
周三就会下跌 1%， 股票代码含7的公司表现更好。这些发现在统计学上可能显种，但本质上是数据挖掘的产物。就像你只要000次扣子，总能找到某3次连续出现6点的规律。更讽刺的是，这些研究成果会被包装成投资圣经，被基金公司用来推销产品。2000年，有个基金公司宣称用神经网络模型预测股市，准确率达 80%， 吸引了数十亿资金。但2001年纳斯达克崩盘后，该基金亏损超过 70%。 原来他的模型只是在牛市里碰巧蒙对了几次。塔勒布警告，在随机性主导的领域，科学方法可能变成科学迷信。真正的智者应张布尔说的那样，科学的进步不在于杠铃理论正确，但太多专家宁愿相信自己的模型，也不愿承认市场不可预测。塔勒布在书中记录了一个真实案例，他套着摊平操作策略，也就是在下跌时加仓，降低停金成本。结果在1995至1997年赚了大钱。他常说，市场下跌只是暂时的，越跌越买才是王道。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，俄罗斯坚信这只是技术性调整，不断加仓，从$52买到$43，再买到$20。他向同事吹嘘，等市场反弹，我就能翻倍。但市场没有反弹，俄罗斯宣布国债违约，债券价格跌到$10以下。塔勒斯不仅赔光所有利润，还让公司亏损了3亿美元，最终被扫地出门。摊平操作的本质是用更大的风险掩盖小的损失，就像赌徒输钱后加倍下注，以为能一打回本，却可能在某次连输后彻底破产。塔洛斯的悲剧不在于判断错，在黑天鹅事件面前，历史经验是无效的。过去1000次下跌后反弹的经验，比不过一次下跌后归零的现实。塔勒布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，在市场中，短期越成功的策略，长期往往越危险，因为这些策略大多适应了当前的随机结构，却无法应对结构突变。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前，次贷相关衍生品是最赚钱的业务，银行把次级贷款打包成债券，套房价永远上涨的假设占得盆满钵满。但当房价下跌时，这些别级债券一夜变成废纸。雷曼兄弟、贝尔斯登等巨头接连破产，那些最成功的交易员恰恰是离悬崖最近的人。这就像火鸡的幸福生活，农场主每天都给火鸡喂食，火鸡觉得生活越来越好，甚至总结出农场主带我的规律。但到了感恩节，火鸡的成功经验在结构突变的那一刻成了催命符。塔勒布在医院遇到过一个案例，这种告诉病人，这种病的5年存活率是 72% 的概率活5年。其实错了，存活率 72% 是指100个人里有72个人可能活10年以上，而另外28个人可能活不过1年。这种偏态分布在随机事件中很常见，少过多数常规结果的总和。金融市场更是如此。有人统计标普500指数30年的走势，发现如果去掉50个表现最好的交易日，年化收益率会从 9.5% 降到 1% 以下。如果去掉50个表现最差的交易日，年化收益率会从 9% 升到 18.2%。 也就是说，短短100天的极端波动决定了30年的整体收益。如果失败的代价过于沉重，那么成功的概率有多高？比如在美国，在自家游泳池溺死的概率是在恐怖袭击中死亡的100倍，因为恐怖袭击的后果是大规模死亡加社会恐慌，而游泳池溺死是个别事件。同样，投资中亏光本金的后果是彻底出局，而少赚 10% 的后果微不足道。这就是不对称风险的核心，向上的收益有限。
剩下的风险无限的事绝对不能做。就像麦裸期权一种收益有限、风险无限的衍生品，偶尔能赚点权利金，但一旦遇到黑天鹅事件，可能赔掉一辈子的积蓄。塔勒布从不碰这类交易，他说，我宁可不赚这笔钱，也不想让自己陷入他能毁灭的境地。18世纪哲学家休谟提出了一个致命问题，我们无法从重复的经验中推导出必然的规律，比如欧洲人见过100万只白天鹅就认为所有天鹅都是白的，但当他们发现澳洲的黑天鹅时，之前的结论瞬间崩塌。历史经验只能证明过去如此，不能证明未来必然如此。股市里大盘连续10年上涨，不能证明第1年还会涨。企业中连续5年盈利，不能证明第6年不会破产。塔勒布嘲讽那些经济预测师，他们用过去50年的数据建模型，却忘了过去50年没发生的事，不代表未来不会发生。哲学家波普尔给了塔勒布重要启发，真正的科学理论必须可证伪，也就是存在被证明错误的可能。比如所有天鹅都是白的，不是科学理论，因为你无法证明它错。你永远不能确定下一只天鹅不是白的，是科学理论，因为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就能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。应对黑天鹅的关键不是预测它会不会来，而是保持可证伪的开放心态。索罗斯的反线性理论就是如此，他从不坚信自己的判断，而是不断根据市场反馈修正观点。1992年他做空英镑时，一边建仓一边准备，如果判断错就立即止损，最终靠黑天鹅事件赚了10亿美元。黑天鹅无法预测，但可以预防，就像诺亚方舟，而是用来预测下雨。投资中的止损、分散配置对冲工具不是用来预测暴跌。当我们逐一拆解黑天鹅的本质，会发现一个颠覆常识的结论。在随机性主导的世界里，比我们想象中弱得多。塔勒布的保守不是胆小，而是对随机性的敬畏。约翰的激进不是勇敢，而是对风险的无知。卡洛斯的摊平操作不是智慧，而是被历史经验麻痹的愚蠢。黑天鹅的真正可怕之处不在于我们对它的忽视。我们总以为过去没发生的事情，它未来也不会发生。总以为多数人的选择一定正确，总以为专家的预测值得信赖，但随机性会用最残酷的方式提醒我们，历史只是随机样本的一种，而未来有无数种可能。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，人类为什么会如此轻易地被随机性愚弄，那些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，又是如何让我们在黑天鹅面前毫无抵抗力的。上一部分我们见识了黑天鹅的威力，那些罕见、极端、无法预测的随机事件，足以颠覆一切规律和经验。但更令人困惑的是，为什么我们明明生活在随机的世界里，却总是视而不见？为什么我们会把运气当成能力，把偶然当成必然？塔勒布在《随机漫步的傻瓜》中指出，答案藏在人类固有的认知偏差里。这些偏差就像无形的滤镜，扭曲了我们对随机性的理解，让我们一次次跌入同一个陷阱。塔勒布在纽约住过一栋高档公寓，邻居约翰是个高收益债券交易员，每天开着法拉利出入。约翰常对塔勒布炫耀，看，这就是精准判断市场的回报。约翰的成功不过是幸存者偏差的产物，他只看到了约翰的风光，却没看到更多和约翰一样激进操作最终破产的交易员。幸存者偏差是最常见的认知陷阱，我们只关注存活下来的案例，却忽略了已经消失的样本。就像战场上的士兵总结中弹部位与存活的关系时，总会漏掉那些中弹后没能活下来的人。他们的身体已经在战场上腐烂，无法开口说话。在金融市场，2000年纳斯达克泡沫破裂前，媒体上全是靠科技股暴富的故事，有人辞职专职炒股，
有人用信用卡套现买股票，有人宣称股市永远涨，但泡沫破灭后，这些赢家大多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跳楼、破产、负债千万的新闻。可人们很快又会忘记这些教训。当下一次牛市来临时，新的富翁故事又会占据头条，幸存者偏差再次生效。书店里摆满了多少天成为百万富翁，从破产到亿万之类的书。作者们总会总结出成功的单个秘诀，每天4点起床，但塔勒布一针见血地指出，这些秘诀都是事后诸葛亮的胡扯。假设有1000个人用随机策略炒股，其中一个人碰巧连续5年盈利，他就会被捧为股神，写本书分享投资心法。读者们会认真记录他的操作习惯，模仿他的选股逻辑，却不知道另外999个用同样策略早已破产的人，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会相信成功源于能力。他真的以为自己4点起床的习惯带来了好运。所谓成功学，不过是把随机事件包装成方法论。就像掷骰子时连续掷出6点的人，会认真总结秘诀，是指之前吹口气，但下次掷出1点时，他只会怪自己口气不够大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对抗幸存者偏差？卡勒布的做法是，不只看成功的人做了什么，更要看做了同样事情的人有多少成功了。比如有人说退学创业能成功，比尔盖茨就是例子。你应该反问，有多少退学创业的人失败了？有人说长期持有股票一定赚，巴菲特就是证明。你应该追问，头10期买股票没能活到现在的人有多少？在投资中，这意味着不能只看明星基金的历史业绩，还要看所有基金的平均存活率。数据显示，美国共同基金的5年存活率不到 50%， 也就是说，每2只基金里就有1只会在5年内清盘。那些年化收益 20% 的明星基金，可能只是幸存者中的幸运儿，而非能力出众。塔勒布认识一位量化交易员，每天对着电脑屏幕研究股票数据，宣称发现了一个毕生策略。如果周一上涨 2%， 周三下跌 1%， 那么周五上涨的概率是 70%。 他用过去10年的数据回测，但当他真的用这个策略交易时，却亏得一塌糊涂。用足够多的规则去套历史数据，总能找到看似有效的规律，但这些规律都是随机产生的，就能找到连续3次掷出偶数后，下一次必出奇数的规律。但这个规律在未来毫无意义，金融市场上这种伪规律比比皆是。有人用公司名称含科技就买入，甚至有人用星座、天气做决策。这些策略在回测时都可能表现优异，但一到实战就失效，因为它们本质上是在随机数据中找巧合。更危险的是过度拟合，为了完美匹配历史数据，把策略弄得极其复杂。比如有人为了解释过去10年的股市波动，加入了利率、汇率、CPI 降雨量、世界杯冠军等20个变量，建了一个超级模型。这个模型能精准预测过去，却对未来一无所知。它就像一件量身定制的衣服，只能穿在历史数据身上。卡勒布曾调侃，用复杂模型预测市场就像用尺子量海浪，你能得到精确的数字，却抓不住海浪的本质。金融市场的核心是随机性，任何试图完美解释过去的模型，都是在对噪声过度反应。那么我们该如何避免被历史回测欺骗？塔勒布的建议是，不要相信无法解释逻辑的策略。如果一个策略只能用数据证明有效，却说不出为什么有效，那它大概率是数据挖掘的产物。比如价值投资之所以长期有效，是因为它符合价格终将回归价值的逻辑，而看星座炒股之所以无效，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理的逻辑支撑。就像你不能靠统计过去的车祸地点来发明安全驾驶规则，真正的规则应该源于物理规律，
和人性常识。塔勒布在书中举了一个沙堆的例子，起初沙堆只会慢慢变高，但当沙子多到某个临界点时，再偏一粒沙就会引发雪崩。这种微小输入引发巨大输出的现象就是非线性。非线性是随机性的另一个伪装。我们总以为付出与回报成正比，多努力1分就多收获1分，多投入1块钱就多赚1块钱。但现实往往是非线性的，99分的努力可能只换来1分的回报，而最后1分的努力却能换来99分的风险操作都没事，必要100次却可能让你倾家荡产。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非线性事件，起初刺激贷款违约只是个小问题，但随着资产证券化的层层放大，这个小问题最终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雪崩。雷曼兄弟破产，事前几乎没人能想到几粒沙子会毁掉整个沙堆。我们对非线性的认知有多差？人类的大脑天生擅长理解线性关系，比如1+1等于2，却对非线性无能为力。塔勒布举了个例子，如果告诉你每天多吃1口饭，1年后会胖多少？你能轻松回答大概1斤。但如果问每天多吃1口饭，连续吃10年会胖多少？你可能会说10斤。但实际上体重增长可能是非线性的，前几年几乎不变，最后2年突然胖50斤。因为代谢率下降引发了血崩。在投资中，这种认知偏差导致人们低估风险。有人觉得加1倍杠杆风险也增加1倍，却忘了杠杆是非线性的，10倍杠杆下 10% 的波动就会让你爆仓，但20倍杠杆下 5% 的波动就足以让你清零。就像开车时速100公里的风险不是时速50公里的2倍，一旦撞车，前者的死亡率可能是后者的10倍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应对生活中的这种非线性风险呢？塔勒布的建议是，永远不要接近临界点，就像登山时不要走到悬崖边，你不知道哪一步会让你掉下去。投资中，这意味着要留足安全边际，不要把所有钱投入一个行业，不要在历史极值附近赌市场反转。比如当股市的市盈率达到历史 90% 分位时，已是你在看好未来，也应该减少仓位。你不知道最后一粒沙何时落下，生活中也是如此，不要长期熬夜拼业绩，不要透支信用卡撑面子，不要把关系逼到说翻脸就翻脸的边缘。最线性告诉我们，毁灭往往不是渐进的，而是突然的。塔勒布在医院遇到过一个案例，医生告诉他，这个检查的准确率是 95%， 你有 95% 的概率患癌。但塔勒布一算发现，实际概率不到 2%。 这就是条件概率的陷阱。假设癌症发病率是0%， 1%检查的假阳性率是 5%， 那么在1000个人中，真正患癌的有1人，检查的999人中，约50人会被误诊为阳性。也就是说，阳性结果中真正患癌的概率是1/51，而非 95%。 但医生和病人都犯了概率盲的错误，他们混淆了患癌的人被查出来的概率和被查出来的人真患癌的概率。有人看到吸烟导致肺癌的统计，吸烟者患癌概率是不吸烟者的10倍，就认为吸烟者一定会患癌。有人看到坐飞机比开车安全，每公里死亡率更低，就认为坐飞机绝对安全。他们都忘了概率不是必然。人类对概率的误解还体现在情绪偏差上，我们会过度恐惧低概率高影响的事件，却忽视高概率低影响的风险。比如美国人对恐怖袭击的恐惧远超过游泳池溺死，尽管后者的死亡率是前者的100倍。原因是恐怖袭击的画面更惊悚，更容易引发情绪共鸣，而游泳池溺死太过平常，难以留下印象。在投资中，这种偏差导致人们追涨杀跌，
看到股市暴跌就恐慌性抛售，看到某只股票暴涨就疯狂买入。他们忘了暴跌后反弹和暴涨后下跌的概率同样存在。情绪让他们只看到了负面或正面的可能性，忽略了概率的本质。塔勒布设计过一个游戏，1000个人每人拿1000元猜硬币，正反面猜对赢1元，猜错输1元，每天玩10次。有人赚了100元，有人亏了100元，有人不赚不亏，但一定会有几个人连续猜对。比如某个人100天赚了80元，他会被视为猜硬币大师，甚至有人向他请教猜硬币秘诀。这就是小数定律的陷阱。我们会把短期随机结果当成长期能力，在金融市场，这表现为过度相信短期业绩。某只基金因连续3年赚钱就被捧为明星基金，某个交易员连续10笔盈利就被视为天才。但塔勒布指出，短期业绩可能只是运气，而非能力。就像猜硬币连续赢10次的概率是1024分之1，虽然低，但只要有足够多的人参与，总会有人做到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培养概率思维？塔勒布的建议是，用频率代替单次结果，不要因为一次亏损否定策略，也不要因为一次盈利肯定策略。摊100次1000次的整体结果，不要问这件事发生了概率是多少，比如股市暴跌 20% 的概率是 10%， 比股市会暴跌更有意义，而要关注收益乘以概率的期望值。比如有 50% 概率赚100元， 50% 概率亏100元，期望值是0，和不赌博区别。拆解完这些认知陷阱，我们会发现一个共同的根源，我们不喜欢不知道，所以总要在随机中找规律。我们不喜欢失控，所以总要为结果找原因。我们不喜欢小概率，所以总把可能当成必然。但随机性的本质就是不确定。黑天鹅事件警示我们对认知陷阱，让我们对它视而不见。我们用线性思维理解非线性世界，用幸存者偏差筛选证据，用数据挖掘制造幻觉，用概率盲误判风险。既然这些认知陷阱根深蒂固，我们该如何应对随机性？有没有具体的方法，能让我们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活得更清醒、更从容？塔勒布的答案藏在古老的哲学智慧和现代的生存策略中。在前2章中，我们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现实，而人类的认知天生就容易被这种随机性愚弄。我们会把运气当能力，把偶然当必然，用线性思维应对非线性的世界，最终在黑天鹅事件面前不堪一击。但承认随机性的存在，不代表我们只能被动承受。塔勒布在《随机漫步的傻瓜》中，不仅撕开了随机性的伪装，更给出了一套在不确定中保持理性的生存策略。这些策略不依赖复杂的模型和精准的预测，而是源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和对风险的敬畏。心理学家斯金纳曾做过一个经典实验，他把鸽子关在笼子里，每隔随机的时间间隔投放食物。不久后，鸽子们开始表现出各种仪式化的行为，有的鸽子会原地转圈，有的会反复啄笼子的某个角落。他们似乎相信是这些动作导致了食物的出现。这就是迷信的起源。当随机事件带来奖励时，生物会本能地为其寻找因果关系，人类也一样。股民会因为穿红色衬衫时股票上涨而坚持穿红衬衫，赌徒会因为吹口气后赢了钱而每次赌博前都吹气，创业者会因为某次演讲时喝了某品牌矿泉水而坚持只喝这个牌子。迷信的本质是对随机性的恐惧，我们无法接受考试或坏事的发生毫无理由，于是强行编织因果关系来获得控制感。在金融市场上，这种迷信表现为技术分析崇拜。有人坚信股价突破200与均线一定会上涨，
有人把梅西迪金叉当成圣旨，却不知道这些规律只是随机数据中的巧合，就像鸽子的转圈行为与食物投放的巧合一样。人类还有一种强烈的倾向，为已经发生的随机事件寻找合理的解释，比如股市暴跌后，美联储加息预期，地缘政治紧张，公司财报不及预期。就像雨后总有彩虹，人们总会在事件发生后找到原因。这种事后归因的偏差，会让我们误以为自己理解了市场，从而高估自己的预测能力。2008年金融危机后，无数分析报告出炉，从次贷危机到金融衍生品滥用，但事前却没有一个人能准确预测危机的爆发。塔勒布尖锐地指出，如果一件事发生前没人能预测，发生后却人人都能解释，那这种解释毫无意义。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迷信，学会对无法解释的事情说我不知道？与其浪费时间为随机事件找原因，不如专注于能控制的部分。在投资中，这意味着不要纠结为什么股价会涨，而要关注涨了之后该怎么做，比如设置止盈止损点。在生活中，这意味着不要因为某次成功失败把盲目摆店习惯，而是用长期频率判断行为的价值。比如一次演讲成功不代表喝某品牌矿泉水有效，长期的准备和练习才是关键。更重要的是要警惕复杂的解释。塔勒布发现，越容易引来越复杂的解释，比如用蝴蝶效应解释股市波动，但真相往往很简单，就是随机性而已。公元前2世纪的希腊哲学是怀疑论的代表人物，他曾在罗马元老院发表2次演讲，第一天论证正义是至高无上的美德，第二天却论证正义只是利益的伪装，而是想证明任何观点都有其局限性，没有绝对的真理。这种悬置判断的态度，正是应对随机性的核心智慧。塔勒布认为，真正理性的人不会固守某个观点，而是根据新信息不断调整自己的判断。就像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，市场是复杂的、不确定的，投资者的认知永远是片面的，因此必须时刻保持开放。但这与墙头草有本质区别。悬置判断不是没有观点，而是不把观点当真理。比如你可以认为股市会涨，但同时要做好股市可能跌的准备。你可以相信某个策略有效，但同时要警惕这个策略可能失效的风险。我们前面也提到过，哲学家波普尔给了塔勒布另一个重要启示：科学证明理论正确，而是证明理论错误。一个理论之所以科学，是因为它可证伪。比如，所有天鹅都是白的，不是科学理论。你永远不能确定下一只天鹅不是白的，是科学理论。因为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就能证伪。应对随机性时，证伪比证实更重要。塔勒布在投资中会主动寻找证明自己错误的证据。如果他买了某只股票，会刻意关注看空的分析。如果他看好某个行业可能出什么问题，他说，我从不试图证明自己正确，只试图证明自己不会错得太离谱。这种态度能有效避免确认偏误。我们总会下意识地收集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，忽略反对证据。比如买了某只股票后，只看利好新闻，不看利空公告，最终在暴跌时才恍然大悟。塔勒布十分推崇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，市场参与者的认知会影响市场本身，而市场的变化又会反过来影响参与者的认知，形成一个相互反馈的循环。这种循环当市场充满不确定性，但也创造了机会。索罗斯的操作策略是不预测市场，而参与市场。他会先提出一个假设，比如应当被高估，然后投入少量资金测试这个假设。如果市场反应符合预期就加仓，如果不符合就立即止损。
1992年他做空英镑时，最终赚取了10亿美元。这种策略的核心是谦逊，承认自己的认知有限，用小额损失换取验证假设的机会。卡勒布称之为杠铃策略的雏形，在承担有限风险的投信，保留捕获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。斯多葛学派者说，我们应区分能控制的和不能控制的，并把精力放在前者上。这正是应对随机性的终极心法。不可控的，比如市场涨跌、天气变化、他人的评价、黑天鹅事件的发生；可控的，比如自己的情绪、应对风险的策略，是否为极端事件做准备。塔勒布的交易原则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他从不去预测市场，但会严格设置止损点。他无法阻止黑天鹅事件发生，但会购买期权对冲风险。他说，我从不试图战胜随机性，指生活中这意味着不要为房价会不会涨，不是会不会跌焦虑，而要专注于是否攒够了首付，投资组合是否足够分散，不要为会不会遇到坏事者应对计划。塔勒布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，康所说就是损失有限的情况，坚决避免对称风险，也就是损收益相当或损失无限、收益有限的情况。我们要学会分辨正面不对称和负面不对称的情况。比如购买期权，你最多损失期权费，但如果标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，你可能赚取数倍甚至数十倍收益。负面不对称，比如卖出期权，你最多赚取期权费，但如果标的资产价格大幅波动，你可能损失无限。对称风险，比如直接购买股票，涨 10% 赚 10%， 亏 10%， 长期来看难以对抗随机性。塔勒布的投资组合永远保持杠铃结构， 90% 的资金投入低风险资产，如国债， 10% 的资金投入高风险资产，如期权，这样既能保证本金安全，又能捕获黑天鹅事件带来的收益。他说，我就像一个坐在防波堤上的渔夫，但风暴来临时，我能捕获别人捕不到的大鱼。回顾塔勒布的应对策略，我们会发现3个核心特质：一、警卫，承认随机性的威力，不低估黑天鹅事件的影响，为极端风险留足安全边际；二、谦逊，接受自己的认知有限，不固守观点，用证伪代替证实，在错误中学习，保持开放；三、克制区分可控与不可控，在不对称风险中寻找机会，同时保持行为的尊严。这些策略不依赖精准的预测，也不要求我们诚实地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以及自身的局限性。就像塔勒布在书中所说，我们无法消除随机性，但可以学会与它共舞。最终，应对随机性的过程也是一场对抗人性弱点的修行。当我们不再试图战胜随机性，而是学会适应随机性时，我们就已经摆脱了随机漫步的傻瓜的命运，成为了不确定性世界里的清醒者。当塔利波的直升机最终坠毁在伦敦达特西公园的草地上时，这类一生与随机性周旋、靠敬畏风险存活的交易员，终究没能躲过命运的黑天鹅。塔勒布写下这个略大残酷的结局，并非要否定前文中所有应对随机性的策略，而是想用最尖锐的方式告诉我们，随机性的终极真相是，它永远不会被彻底驯服。我们能做的不是成为战胜随机的智者，而是成为清醒地知道自己的无知，清醒地接受世界的不确定，却依然在随机的洪流中守住理性与尊严。回顾全书，从约翰靠运气暴富，却在黑天鹅来临时一败涂地，到卡莫斯用探听操作将历史经验误判为永恒规律，再到医生将 2% 的患病概率误读为 95%， 这些悲剧的根源都在于知觉承认自己是傻瓜。我们总以为知道的比实际多，总以为规律比随机多，
这种傲慢恰恰是被随机性愚弄的开始。清醒的傻瓜首先要学会的是坦然说出我不知道。就像塔涅阿德斯在罗马元老院的2次演讲，不固守任何绝对真理，就像索罗斯在投资中始终保持可证伪的开放心态，承认自己的认知永远存在盲区。崩市场暴跌时，不强行用美联储政策地缘政治来解释一切，而是接受这可能就是随机性本身。当别人靠运气赚大钱时，而是追问做同样事情的人有多少失败了。这种傻瓜式的清醒本质是对人性弱点的坦诚。我们天生喜欢因果，渴望确定，迷信规律，就像斯金纳实验中的鸽子会为随机出现的食物发明仪式。但清醒的傻瓜会对自己说，我可能正在做那只转圈的鸽子，只是我还不知道。塔勒布的一生完美诠释了与随机共舞的智慧。他不追求赚最多，而追求黑天鹅何时降临，而始终为其备好降落伞。不否认运气的存在，却从不将命运完全交托给运气。他的策略里没有战胜市场的野心，只有不被市场消灭的谨慎。这正是清醒的傻瓜与愚蠢的智者的本质区别。卡文提到的不对称风险、杠铃策略、斯多葛学派的可控与不可控之分，本质上都是共舞的姿态。就像渔夫不会试图命令海浪平息，只会调整渔网的大小和出海的时机；就像园丁不会强求天气晴朗，只会在雨季来临时做好排水。随机性不可预测，但可以应对，用 90% 的保守守住底线，用 10% 的激进捕获机遇，用查放心态拥抱变化，用长期视角稀释短期噪声，用概率思维替代非黑即白的判断。这种共舞不需要高深的数学模型，只需要一点谦逊，承认自己无法精准预测下一秒的市场走向，却能为万一跌 50% 做好准备，承认自己分不清某次成功是能力还是运气，却能坚持让每次失败都可控的原则。卡瓦菲的失神抛弃安东尼里，战败的安东尼众叛亲离，连坐骑都投奔敌人。情感震颤之际，只要倾听，无需如懦夫般哀求抱怨。这正是清醒的傻瓜面对随机性的终极姿态。虽然结果无法控制，但行为可以守护，但尊严可以守护。塔勒布在投资亏损时，从不对助理发脾气，因为他知道愤怒改变不了随机的结果。索罗斯在1992年做空英镑前，先做好判断错误就止损的计划。巴菲特在911事件后调整保险策略，不是因为他预测到了恐怖袭击，而是因为他知道预防比预测更重要。这些人都曾被随机性捉弄，却从未在随机性面前失态。他们输掉的可能是金钱，赢回的却是面对不确定时的从容。生活中的清醒的傻瓜也是如此。失业时不怨天尤人，而是复盘可控的选择；创业失败时不否定自我，而是承认随机性也占了一份。甚至面对生老病死这种终极的随机，也能像蒙特朗所说，行刑日那天穿上最好的衣服。我们或许依然会在明天面对该不该买这只股票，要不要辞职创业，如何解释某次成功或失败的困惑。但清醒的傻瓜会知道，答案不在绝对正确的预测里，而在承认不确定却依然行动的勇气里，不在守住自己的底线的坚持里，不在战胜随机的野心里，而在与随机共舞的智慧里。塔勒布最终死于直升机事故，他用一生证明，被随机性打败不等于被随机性愚弄。就像古希腊的英雄，评判他们的不是命运的结局，而是面对命运时的姿态。在这个充满黑天鹅的世界里，我们或许成不了预测大师，但可以成为清醒的象蛙，带着对随机性的坦诚，带着对尊严的坚守，
在不确定的洪流中走出属于自己的不被愚弄的人生。这就是塔勒布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领悟。